1979年2月，伊朗北部卡布坎，一栋外表不起眼的建筑里，几名 CIA 技术人员站在冷战时代最精密的信号接收设备前。外面什叶派民兵的枪炮声越来越近，火把的光透过窗缝映进来。他们没有犹豫太久，一瓶硫酸倒在了机柜上，俯视的声音在黑夜的沉默当中格外清晰。这间房子的装置是每一天可以截获18个小时以上的苏联弹道导弹的遥测数据。拜科罗尔导弹基地的每一次发射，每一段弹道都会经过伊朗北部的山脉，被这里的天线默默接收。华盛顿就凭借这些数据，在核裁军的谈判桌上清楚地知道苏联有几颗导弹射程多远，精度怎么样。而就在硫酸浇下去的这一刻，美国失去了这样一双眼睛。在这之后10年，在对苏联导弹的核查问题上，美国人几乎是盲目的。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伊朗的真正价值所在，不是石油，不是石油，不是石油。伊朗的价值所在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这样一颗钉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谁都搬不走也绕不开的这个钉子。今天2026年3月2号，代号史诗之路，或者是称之为狮子咆哮的美以联合空袭，在2天以前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哈梅内伊在空袭当中死亡，伊朗的政权面临1979年革命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中东局势的又一次变天而已，掀不起多大浪。但是我跟你说，想简单了，这个不是一场中东的战争而已，而是美国人在下大棋，但是棋盘不在中东，实际上在东大。美国人每一年在中东要维持超过4万名员额，1到2个航母战斗群，数以百计的作战飞机来盯着伊朗。这样一笔非常庞大的军事资源的投入，把美国牢牢盯在波斯湾，而让太平洋方向的中国压力可以减轻好大一口气。而与此同时，伊朗会给中国提供折扣石油，测试人民币结算，维持西翼的战略安全。所以伊朗这样一支减压阀，原本减轻的是美国对于中国施加的系统性压力，但是如果这样一支减压阀它被掰转方向，它立马就有可能变成了是一台升压泵，而把能源压力、金融压力、军事包围的压力一起泵进中国。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回答3个问题。第一，就是伊朗究竟掌握着中国的哪几条命脉？第二个，历史告诉我们，失去了一个地理上的枢纽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三个，就是台海的时间线真的会因为伊朗变天而从此改写吗？我先给大家看2张地图，不是为了讲地理课，而是为了让大家理解为什么伊朗这样一颗地理上的钉子会这么值钱，以及美国人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给拔出来。我们看到的第一张地图是全球视角，伊朗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往西是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将近1/5的石油贸易每一天都要从这里挤过去。往东距离中国新疆喀什的这个直线距离只有1800公里，比卡塔尔到喀什的3200公里近了 43%。 往北是中亚腹地，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再往北就是俄罗斯，而往南是印度洋的出口。伊朗同时掌控着海陆跟陆路2条大动脉，坐在欧亚大陆的交叉点上。而第2张地图是地形的视角，伊朗是山地堡垒，扎格罗斯山脉把它的这个西部变成是天然的屏障，鄂尔波尔士山脉拱卫北方，卡维尔研末封锁中部。历史上
罗马军团曾经在这里止步，而萨达姆的坦克大军打了8年，扔下上百万具尸体，他们连扎格罗斯山脉的外围都没有能够完全突破。所以伊朗这样一种地形，让它可以屏蔽雷达信号、长力机动的武器系统，提供无可替代的战略纵深。所以把2张地图叠加在一块儿，你就会明白，伊朗是欧亚大陆高速公路上的堡垒，你绕不开它，你也很难吃下它。战略学家托马斯·普约他曾经说过，伊朗是一个极难征服但内部有裂痕的国家。上帝在赐予伊朗无敌防御的同时，也给他上了一把致命的地理枷锁。从地形上来看，那些保护它不受侵略的大山，同时却也把国家内部割裂成孤立的山谷，造成各省经济严重割裂，以及水资源分配的深度的不公。所以伊朗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单一核心的结构，波斯人的占比是 60%， 而边境地带住着近 40% 的少数民族。西北角占人口 10% 的是库尔德人，越境与伊拉克的这个库尔德自治区实际上是血脉相连，所以常年都会得到外部的武器与情报，随时能够在山区打游击。而正北方占人口 16% 的阿塞拜疆人，他们看着北边依靠能源跟西方投资腾飞起来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所以这个地区的离心力是越来越强。以色列的无人机基地早已经渗透边境，而西南角是胡奇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守着埋藏着伊朗绝大多数石油的土地，但却不得不承受高失业率跟严重的工业污染。而东南角是卑路支人，他们生活在最干旱、最绝望的沙漠里头。这个地区极端贫困与教派冲突交织，是伊朗最难管控的板块。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外部力量如果想要撼动伊朗的话，最聪明的路径从来都不是派地面部队去填扎格罗斯的绞肉机，而是激化内部的裂痕。2026年的这个狮之咆哮行动，其实正是基于伊朗这个非常独特的地理结构量身定做的精准手术。美以联军的空袭，他们的重点不在于占领，而是瘫痪德黑兰周边的指挥中枢，实施物理上的去中心化。而与此同时，通过芯面等等平台，在数小时之内撕开互联网的封锁，把动乱的信号同步到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美国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是期待能够在数周之内，内部的裂痕与外部的打击能够产生共振效应，把这个几千年以来坚不可摧的山地堡垒就此从内部瓦解，轰然坍塌。刚刚我们是看了伊朗这个棋盘，但是要理解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特朗普要对伊朗动手的话，就必须要把视野抬高，先看懂1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霸权的真正的基石，也就是对于海洋的绝对控制。你控制了霍尔木兹、苏伊士、马六甲、巴拿马4大咽喉，基本上就等同于控制了全球的贸易跟能源。中国的一带一路底层逻辑就是要废掉美国的海权优势。有一条物理定律能够让美国的战略界寝食难安，就是航母实际上是封锁不了铁路线的。如果北京方面通过一带一路成功建立起来快速的、安全的、廉价的大陆通道，那么制海权的这个战略价值就会大幅下降。所以美国他们必须要拿下伊朗的这个底层逻辑，从来都不是为了什么民主，也不是因为核武器或者反恐。美国人是要同时完成5个战略目标。第一个是把兵力部署在3大洲的交汇处，实现全域监控。第二个目标是要夺取未来科技最关键的矿产跟能源储备。
第3个目标是要从物理上阻断东西向的大陆一体化，而第4个目标是要扰乱俄罗斯与波斯湾之间的南北连通性。第5个目标是要阻止一个自给自足的欧亚经济圈的诞生。用华盛顿自己的措辞的话，这个叫做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翻译成人话就是这5条。这个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实际上在划定未来100年的势力范围。讲完了美国，让我们把镜头切换过来中国这边。伊朗这一颗钉子的价值对于北京来说究竟是什么呢？让我来讲4条传导链。第1条是能源链条，伊朗每天向中国输送138到150万桶石油，通过影子船队绕过制裁，在马来西亚海域完成转手的过程，这之后再进入中国的港口。每一桶石油的价格比国际市价低8到12美元，全年可以帮中国节省下50到70亿美金的原油采购的成本。第2条是陆路交通链条，一带一路的南翼走廊经过伊朗，连接中亚跟欧洲。2024年这样一条走廊的中欧班列的运行从7列暴增到40列，经过伊朗的中欧铁路新通道，从西安到欧洲只需要15天，比传统的海运快了近1半，货运的成本能够降低 30% 到 40%。 第4个是军事链条，在美军围绕中国的全球军事基地的布局当中，伊朗是唯一的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的存在意味着中国西部的核力量暂时不会在美军这个基地的纵深打击范围之内。第4个是金融链条，伊朗接入了中国的这个 CIPS 系统之后，是人民币国际结算最激进的实验场，用人民币买制裁的石油，在制裁体系之外跑通了一套能够绕开美元的交易模式。2024年 CIPS 全年处理量达到了175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43%， 而伊朗贡献了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民币结算的场景。所以如果特朗普得手的话，伊朗会彻底倒向美国，那这种情况底下，中国不仅仅会失去了一个石油供应国，而是在能源、在陆路、在军事包围、在人民币国际化4条链同时被斩断。所以伊朗这个减压阀的真正的含义是，伊朗现政权的存在，这4条压力阀就会同时降低，而一旦翻转的话，这4条压力就会同时反向。同样一只阀门，但阀门两侧的东西是不对称的，减压容易，升压更快。那接下来一旦美国人真正得手的话，这样几条命脉会怎么样被一根一根掐断呢？我们先从最直接的说起，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是 74%， 这个数字有多高呢？ 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日本的进口依存度是 77.4%， 那一年日本的 GDP 在战后首次出现负增长，经济停滞了整整2年。中国今天 74% 的这个数字跟日本当年有惊人的接近。你可能会说，那又怎么样呢？中国有替代能源，有俄罗斯，有沙特，对不对？是没错，这个数量上的确是可以用来替代，但是先给大家讲一个反直觉的发现，伊朗石油其实最重要的价值反而未必是便宜了多少，而是谁在依赖这个折扣。山东炼化产业群，这里是中国最重要的民营石化集群之一，有超过 90% 的原料来自于伊朗的折扣石油，每一桶比国际市价低8到12美金，这不是一个小的优势，这是他们唯一的竞争力的来源。而沙特的石油是市价没有折扣，你还要用美元来买。但是更深层次的打击是在金融层面的，因为我们可以用人民币结算来购买这个伊朗的受制裁的石油，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不仅仅只是节省了这个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是在美国制裁的体系之外，
实打实的跑通了一整套绕开美元的交易模式。所以伊朗这里是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的前沿阵地，一旦伊朗政权翻转，这个阵地就没了。而更可怕的在于心理层面，带头大哥的倒下向全球南方国家发出了一个非常冷酷的信号，你已经接入了 CIPS， 你加入了金砖的国家，那又怎么样呢？即便强大如伊朗，依然被美国的暴力机器碾碎，那这样的话，还有哪个国家他们敢于去承担挑战美元霸权的代价？还有哪个国家敢跟着中国混？那人民币试图在能源的领域夺取定价权的这个历史性的跨越将会被迫中断。所以这个才是能源链条断掉的真正的代价，不单单只是油会更贵了，而是中国在能源谈判桌上的这个底牌没了。第二个命脉实际上是陆路的3条线同时受到打击。一带一路的这个陆路走廊的体系有3条并行的线路，北方走廊是经过俄罗斯，中间的走廊是经过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而南翼的走廊是经过伊朗。3条线同时存在的战略意义本来就是互相备份的，对不对？即便其中一条断掉了，还有2条可以顶着。但是这样一个备份体系现在正在被逐条打穿。我们看到南翼走廊是直接断掉了，因为这条路2024年刚刚在发力，中欧班列暴增从理论变成现实，而一旦伊朗陷落的话，会被人掐断在黎明前。这个过程其实断得很残酷，中国在德黑兰近郊阿普林干港投资建设的多式联运中心直接会沦为美国监控中国对欧出口的前哨站，而中国在连接土耳其马兰德段投入的16亿美金的这个建设基金会沦为搁浅的资产，而中间这个走廊也被侧翼渗透。赞格卓尔走廊是中间走廊的关键节点，而这个节点正是美国 TRIPP 项目的重点开发对象。他们的目标是把中亚的能源引向欧洲，绕开中国和俄罗斯。表面上这个走廊还在，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帮别人引流了。而北方的走廊本身也正在动摇。经过俄罗斯的这个北方走廊是目前3条线当中最完整的，但是它的完整依赖于一个前提，就是中俄关系保持不变。而这个前提到底有多稳，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到。所以3条线南翼可能会直接断掉，中间被蚕食，北方也存在潜在的隐患。而一旦暂时快速的这个物流系统会从多路备份直接变成是无路可走。那有人会说，不是还有替代的路线吗？但说实话，这个替代路线并没有那么让人放心。中间走廊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多式联运，它的货物要在火车跟跨里海的轮渡之间频繁转换，里海的气候又是非常多变的，再加上多国不统一的关税跟轨距的标准，成本非常高。战争时期需要的是每个月数千万吨级的原油跟战略物资的运转，所以中间走廊在运力的量级上根本是撑不住的。而一旦失去了伊朗这个西部的屏障，巴基斯坦的贝路支省将会加速陷入动乱。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旦瓦解之后，会让巴基斯坦贝路支分裂势力失去一个外部的制衡力量。更何况喀拉昆仑这个公路穿过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地震最活跃的地区，通过陆路跨越数千公里冰川山脉来运输石油，这个成本会呈几何倍数暴增，在战时后勤上几乎等同于自杀。所以所谓的 Plan B 中间走廊跟瓜达尔港这2条替代路线全部都是靠不住的。而第3条命脉是矿产。我们知道稀土啊、锂啊、钴啊其实就是新时代的石油，它们是制造半导体、电动车的这个电池、航空航天系统跟下一代武器的刚需。谁控制这些资源，就等于控制了未来权力的工业基础。而伊朗就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矿产巨人。
最近亚兹德省发现了估算储量高达 1.25 亿吨的稀土矿床，而哈马丹省声称发现了850万吨的粘土锂矿。那这两个数字如果属实的话，将是全球级别的战略资产。中国经验了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和 60% 以上的锂，但是国内的矿山终有一日会面临枯竭。那如果一旦伊朗落入美国之手，这样一些矿产将会按照安全供应链的逻辑全数流向西方阵营。那届时中国不但会失去原材料端的这个议价能力，还会被迫卷入中亚地区更残酷的矿产争夺战。而第4条命脉是军事包围圈，这个是让人最头皮发麻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演，名字叫做波塞冬之锁。这个是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做的一个封锁推演的模型。我们可以设定这个时间是伊朗整个政权崩溃之后的第24个月台海冲突爆发。战前72小时，美国的情报卫星一旦发现中国东部战区开始大规模的油料加注跟弹药装载，那这个时候美军他根本不需要在第一岛链内跟中国的数千枚反舰导弹玩命，他们会立刻启动全球的指令，驻扎在巴林的第5舰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在印度洋巡航的第7舰队的航母打击群联手印度海军在安达曼群岛一线拉起封锁网。这个是在中国第1枚导弹发射以前，中国的海运生命线已经被美国人远海切断。而进入敌加21天的这个分层打击的阶段，中国依靠战略石油的储备，前线依然可以保持高强度的打击。但这个时候美国人会用3层绞索，外层核潜艇在深海伏击中国的运补船，中层从关岛起飞的 B-1B 轰炸机在防空射程外向中国主要的出口港投掷自巡标机动水雷，将其变成是死亡区，而内层协助台湾实施地狱警官式的无人机消耗战。去到D+60天会出现一个战术起点，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下降 50%， 工业生产出现系统性的降级，解放军会被迫启动燃料配给制。因为这个时候伊朗政权已经倒下了，美国人可以直接从土耳其沙特的基地起飞，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对于中国大西北的这个物流枢纽进行24小时毫无阻碍的监控与打击。而去到D+120天会出现终局，俄罗斯有限的这个陆路管道只能够满足军队最低 20% 的燃料缺口，工业合成燃料的成本飙升 400%， 电力网面临崩溃。所以这个推演模型给出了一个非常冰冷的结果，中国的战争机器在第120天会因为油料干涸而停转。波塞冬之锁这个推演的模型有没有可能真的发生？我想在伊朗现政权存在的时候，答案是非常难，因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岸，他手里头有弹道导弹、无人机蜂群、水雷的部署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代价大到美国人他不太敢轻易来尝试。这个就是伊朗作为减压阀的核心机制，它的存在就给霍尔木兹海峡维持了一种你不敢轻易动手的威慑平衡。而一旦伊朗现政权被翻转之后，那这样一只阀就消失了。而更关键的是，其实美军能够腾出手来支援重组。目前美国人在中东消耗了 41% 的这个战舰1到2个航母战斗群的连续轮换，伊朗一旦政权更迭，这个事情稳定之后，美国人净增加的所有军事资产全部都会流向亚太， 1.5到2个航母战斗群，4套萨德的反导系统，2个战略轰炸机的中队，3艘核攻击的潜艇。这也就意味着说，关岛的防空系统的拦截冗余会从1:1提升到3:1，而台海方向的美军存在将从此跳上一个新的结构性的台阶。所以这不会是临时的增兵亚太，而是
永久性的战略资源的重组。所以这个局势的危险程度甚至不能够称之为危机，这会是结构性的重组。现在让我带你回到1972年，这个是7月17日的深夜，开罗总统府，萨达特把一份文件推到苏联大使的面前，他的语气非常平静，苏联军事顾问请在10天内全部离境。苏联大使愣住了，他以为是武器供应方面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某一笔援助款项延迟了，所以惹怒了萨达特。但萨达特摇了摇头，不是武器的事情，是埃及需要找回自己的灵魂。而接下来的10天，15000名苏联的军事顾问开始打包回国，85个防空导弹连撤离阵地，亚历山大港的深水泊位被全数收回，马特鲁港的基地被关闭，地中海的情报合作网络在数周之内全部瓦解。苏联在地中海的战略存在，事实上在那个夜晚就已经走到了尽头。CIA 后来对于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评估报告，结论是什么？苏联此后在叙利亚、利比亚、南也门所有的补偿性的投入，从来没有能够平衡他们失去埃及的战略赤字。这一个评语，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反复诵读。埃及这个故事对于今天的伊朗来说意味着什么？局势的翻转可以快到让人窒息。苏联1971年刚刚跟埃及签署完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双边关系在纸面上看起来坚若磐石，但是第2年苏联顾问就被驱逐了。卡特总统1978年在德黑兰国宴上举杯，称伊朗是稳定的绿洲，是地区稳定的基石，但仅仅3个月之后，伊斯兰革命就爆发了。所以大家应该记住这个规律，地理枢纽国家的这个承诺往往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失效，而且往往是在你以为最稳的时候它会出事。然后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补偿的问题，苏联拿什么来补这个损失呢？叙利亚、利比亚、南也门数量投入很多，但质量呢？塔尔图斯港的这个水深跟亚历山大港能一样吗？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这个政治影响力，利比亚能代替吗？这就好比丢了一把万能钥匙，你非要说没事，我有备用的，但备用钥匙或许开得了正门，但进不了地下室。所以 CIA 的情报评估说了，从来都没有弥补过。最可怕的其实是最后一条，一旦伊朗的这个政权被推翻，这个翻盘被制度化固定下来以后，今后50年都会是大问题。1972年到今天50年过去了，埃及的亲美立场从来没有松动过。地理的枢纽一旦翻转，一旦被新的这个战略格局给固化下来，你想要再掰回来可就难了。而在历史的镜子里头有第2个影子，这个影子不在开罗，在伊朗北部的一条从来没有建成的铁路上。俄罗斯多年以来，它一直有一个执念，想要南下印度洋。要实现这个执念的关键是国际南北交通走廊，也就是从俄罗斯经过伊朗抵达印度洋，完全绕开由西方控制的海上航线。而每一年过境的目标是1500万吨货物。那这样一条走廊最关键的一段路是从伊朗北部城市拉史特到边境小城阿斯塔拉，全程仅仅164公里长的铁路。就为了这短短的164公里，俄罗斯砸了20亿美刀，20亿美元换164公里长的铁路线。因为这164公里一旦建成，俄罗斯就此有了真正意义上通达印度洋的陆路出口。从战略价值上看，相当于在南方永久性的打开了一扇大门。而一旦伊朗的现政权被推翻，这样一扇门会永久性的关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这件事情上，俄罗斯和中国会一起利益受损。国际南北交通走廊一旦死掉，俄罗斯南下印度洋的这个战略通道
就此终结。中俄背靠背联盟的某一根脚柱会悄悄被美国人抽走了。而更险恶的是，在这里面还藏着一个黑天鹅的变量。美国有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叫做维克多·戴维斯·汉森，他专门研究大国博弈的长期棋局。在他的理论框架里头，存在一个几乎没有人会公开说出口的推演：华盛顿的某一些鹰派的智库，他们已经在计算能否向莫斯科抛出一个他可能会没有办法拒绝的套餐，承认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跟顿巴斯的实际控制权，来换取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沉默。汉森把它列为中美竞争当中最险恶的变量之一，代价就是俄罗斯要在关键时刻选择离开中国的轨道。美俄很有可能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用乌克兰的土地做交易来换取对于中国的孤立。一旦这个交易达成，中国面对的就不单只是伊朗这个政权更迭带来的直接打击，而是连俄罗斯这个铁杆盟友也有可能被离间，会陷入一个空前的彻底的战略孤立。所以两个影子，一个在1972年，一个在2026年，镜子照出来的东西都是地理的枢纽失去之后代价有多么的深远，有多么的长久。但是到这个地方我也必须要停顿一下，有很多学者会提出一些反驳。第一个反驳是能源在数量上是可以替代的。我们看到 OPEC 目前有每一天大概450万桶的闲置产能，沙特大概200到300万桶，阿联酋100万桶，伊拉克50万桶，所以来自于这个伊朗的150万桶的石油缺口，理论上来说从数量上看完全可以填满。第二个是战略石油的储备给了中国缓冲的空间。中国目前的战略石油储备大概是12亿桶，能够覆盖104天的净进口的需求。那如果只是伊朗断供的话，不考虑其他能源来源重拾中断，理论上来说这个石油的储备可以撑上800天。第三个，有人会说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过自己有非常强大的战略耐心，比如说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那这个时候其实整个西太平洋出现了非常难得的航母真空，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战略窗口，但是中国它并没有做任何动作，选择了战术静默，而且支持联合国的框架，全力推进国内的经济改革，它没有做任何的冒险动作。所以会有人说你看吧，这是真实的历史记录，说明中国的决策层它有战略耐心，对不对？有历史背书的嘛，对不对？表面上来看，这些反驳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数量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假设的这个压力是单点的，可以逐项替代的。比如说 OPEC 它可以补伊朗的石油的这个缺口，但是补不了人民币结算的这个实验场景。800天的石油储备虽然可以扛下伊朗这方面的断供，但是我们刚才用波塞冬之锁这个模型已经推演过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伊朗，而在于霍尔木兹海峡。而2003年所谓的战略静默，是因为那个时候还很弱小，没有什么选择，不得不表现得非常有耐心。所以关于台海的终局，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会不会打来概括。目前华盛顿的兵棋推演的桌子上摆着3个基于理性博弈的剧本。第一个剧本是窒息的窗口期，这个剧本的前提条件是伊朗在6到12个月以内实现政权稳定，然后美军的支援可以在18到24个月内完成回流，台海方向的美军威慑会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达到历史的最高峰。在这个剧本里头，2条时间线会非常精准的碰撞，因为解放军的2027年节点这个目标包括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3化融合，将会具备在美军干预下仍然能够取得战略胜利的军事能力，以及美军一旦回流，它完成的是2027到2028年这个时间节点，这个时候意味着美军在太平洋方向的存在
会永久性的提升。所以这两条线交叉的结果是博弈结构上呈现出要么在交叉点之前行动，要么这个窗口期会永远关上的这么一个逼迫性的逻辑。这个不仅仅只是心理上的感受而已，这个是时间轴的物理碰撞。但是时间轴碰撞的是博弈结构层面的，而行动是现实层面的。结构性的压力升高并不等同于行动会自动触发。而第二个剧本是黎坦与时间，那这个剧本的前提条件是伊朗会因为美军的这个斩首行动陷入内战，不足和政治的撕裂让新政权无力保持政局稳定。那这种情况底下，有可能美国会重演伊拉克跟阿富汗的一个维稳黎坦模式，中东的资源就没有办法及时释放。那这个剧本应该是中国会赢得的不是压力，而是时间。而这个剧本的反讽之处在于，对于美国来说，伊朗内战到底是大赢还是失控的黎坦呢？过去在伊拉克跟阿富汗，美国人都以为他们已经拿下来了，结果20年之后比开战之前还要动荡。而伊朗的这个地形跟民族的复杂程度远在伊拉克跟阿富汗之上。而第三个剧本是昂贵的刺猬，这个剧本的前提条件是台海局势的这个结构性压力来自于太多方向，而任何单一的变量的改变都不足以触发决策的根本性转变。伊朗变天被纳入压力清单，但不是压垮骆驼的这根稻草。而支撑这个剧本的是台湾方面自身防御能力的显著提升。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已经批准了大概 1.25 万亿新台币的特别防御的预算，引进82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炮，计划部署20万架无人机。所以武力统一的代价会高到每一轮的计算都让决策层来犹豫。所以我们看完以上3个剧本之后，很多关心中国处境的人可能会松一口气，因为看起来第3个剧本不太现实，而第2个剧本黎坦与时间，这个结果还不坏，对不对？美国陷进伊朗内战的这个黎坦当中，中国反而会得到喘息的空间。那这个情况听上去没有那么糟，但是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就有可能犯了一个地缘政治分析当中比较要命的错误，因为所有的兵棋推演都漏算了一个比时间表更重要但却也更难量化的东西，我把它叫做是兽笼最后一根栏杆效应。因为包围圈从来都不是一个线性累计的过程，当一个大国它感到生存空间被系统性压缩的时候，它的行为逻辑会在某一个临界点发生非线性的跳变，不是因为时机成熟，而是因为如果再不动就真的没有余地了的恐惧会触发一种近乎本能的突围冲动。我们已经在俄乌战争当中看到过这种冲动，而历史规律显示，大国一旦感到生存空间被系统性的窒息的时候，往往会在包围圈没有完全闭合以前，在他认为最具有优势的方向率先实施突围。注意啊，我说的是完全闭合前，而不是说完全闭合后。在最后一根栏杆还没有完全合上的时候，笼子里的这个力量它会做出最大的挣扎。伊朗政权被更迭，一旦伊朗翻天，就是这样一道包围圈的最后这根栏杆，能源被掐断，陆路被切断，西线被包抄，俄罗斯这根角桩开始松动，包围圈从有缺口的困局变成是近乎完全封闭的宿命。所以这样一支减压阀，它的阀门已经完全扭转，由此带来的极度恐惧触发的一种本能的突围冲动，才是台海风险最深层次的来源。它不体现在任何一个兵棋推演的剧本里头，因为它根本不会遵循理性的博弈论，它遵循的是心理动力学，而这个才是接下来几年真正的黑天鹅。
它不是算出来的，是被逼出来的。学者汉森用一个比喻来描述美国的战略部署的逻辑，他说美国人是在做剪裙边的工作，委内瑞拉是第一剪刀，他把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战略存在压缩，同时锁死巴拿马运河。巴基斯坦第二刀， IMF 的压力、债务危机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系统性阻挠，让这条一带一路的旗舰走廊不断失血。而伊朗这第三刀刚刚切下来，全边被剪得越来越短，最后只剩下了核心。而这件裙子的核心叫什么？叫台湾。但是我要说，汉森这个剪裙边的比喻其实还不够准确。裙边被剪最多只是影响美观，而命脉被掐断影响的是还能不能活。能源链条是命脉，它不是裙边；陆路走廊是命脉，它不是裙边；联盟关系这根角桩它是命脉，它不是裙边；包围圈的缺口也是命脉，不是裙边；矿产战略资源是命脉，它也不是裙边。这几条命脉在伊朗政权被更迭之后，在伊朗变天之后会被同时掐断。这他妈都不能说是剪裙边了，这个是掐命脉。区别在于裙边剪掉了还可以复原，而命脉被掐断是性命关天的事情。回到视频开头1979年的这个夜晚， CIA 的技术员把硫酸倒在机柜上，这样一双电子眼在俯视声中永久失明了。这个夜晚失去眼睛的是美国，而今天这样一幕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演，不是硫酸，是一场战争，一次政权更迭，一次斩首行动，一只阀门的方向被改变。这一次失去眼睛的换成了中国。有人会问，那最后会怎么样呢？我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战争它不是在导弹落下来的那一刻才开始的，而是在地图上划出一条线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而这样一条线今天已经划完了一大段，地图上的判决已经写下来了。那剩下的问题是，笼子里的力量会选择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回应这一份判决。减压阀变成了升压泵，这个才是今天在伊朗真正发生的事情。一只阀门的方向定义了这个世纪的中美博弈的格局。我是艾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